那一阵子只要下大雨，他们家自己的排水孔塞住，所以他排不出去，他就会来敲我们家的门铃。然后有一次我下去跟他吵架，他那时候还跟我讲说，那你可以把你们家的水管全部都封起来。我就回答说，那怎么不是你搬走，你把你们家的屋顶重做就好了。我当下真的吵起来，连楼下阿姨都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好好讲你唔听，一定要起卡动手吗？嘿，大家好，我是丹丹。现在我人在七堵的庆记宫前面哦。我今天来七堵其实是为了要开箱朋友的家，因为他们家最近重新装潢。这庆记宫的名字也太特别了吧？跟台中有关系吗？今天丹丹要看的豪宅在七堵，是2位30加男生的家哦。2位热情的屋主是工程公司主管跟警察，他们家距离七堵车站步行10分钟，交通非常便利。来看一下格局图吧。我现在已经来到他家了，嗨，你准备好了是不是？对呀、就是在等你来呀、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嗨，啊？我是顺顺。今天我们来拜访顺顺的家，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前阳台很宽敞哎，那这个前阳台大概有多大？2坪。那所以你们就鞋柜就是摆在这，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会外出的鞋子比，较少穿的就放里面。对，就放里面。然后规划出一个天然的落尘区，就不怕把家里用脏。不会。我们今天这个房子室内的坪数多大？室内45路28。你说实际坪数28？对，然后我们扣掉前后阳台大概是1点多啦，你说室内实际上28，再加上阳台这样31点多，差不多。超大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公寓式的房子的好处，让它要买我们偏远地区了吗？我家也是偏远地区。哦对那我们去看一下客厅吧。好，请进。是客厅跟餐厅一起的没空间吗。错，我们那时候就是全部都是空的，然后很大。因为我们房子是很正方形，所以其实你不论怎么走，它的空间就差不多。等一下我们家的狗就可以这样漫无目的的自己走，多快乐！狗狗怎么称呼啊？酷哥，酷哥来，酷哥，酷哥来，酷哥今年几岁了？14岁。14岁。对，他现在很害怕，因为他想说我们在干什么。他是爱狗，他不想上镜头，因为镜头对他们来说是那个死亡的意思。真的假的？狗看镜头是他会看到他自己，就会觉得他已经是。那所以狗也不照镜子吗？不行，就是他们那个是忌讳，就是说狗是有灵魂的嘛，它只要离开了，它的灵魂就会觉得看到自己，真的，这是我今天来这里长知识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客厅啦。对，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你说的鞋柜，对不对？对，我们室内的鞋柜。那室内鞋柜其实我们就是让它看一下吗？就是没什么东西啦。我今天真的是来突袭哦，一看得出来他们家有生活痕迹吧？因为他们家刚搬进来的时候做了第一次装修，然后1个月前又重新加强装修了，所以我就来看一下他们这是做了什么。这个鞋柜当初也是做系统柜的吧？当时我们买的是空屋，除了天花板跟内砍灯跟冷气是，还有气密窗是前屋主，就是他投资客买了之后，其他都是我们自己重新做的。我原本以为是那种很旧的公寓的翻新，但其实你们来这边前屋主他已经做了基本的翻新了，对，所以你省掉很多翻新的费用。因为我们前屋主大概做了120万，所以你看我们几乎是应该说我们买房子其实就把这个成本它就算进去了啦，然后我们就是后面再补一些东西进来，这样屋况看不出来它其实已经44年了，所以如果很多朋友来，包括我家人都说啊，你这好像是才20几年，我说没有，它其实屋龄已经44了哦。原本的屋主他都有做间接照明，我觉得还不错，但这部分的费用就不用再花了，不用再花，省很多钱。你们实际装修的部分就是这整面系统柜，然后跟房间的系统柜，对不对？对，可以这样讲，装修的部分。那你们这个里面装修啊，像这些系统柜啊，你们搬起来这样零零总总花了多少钱？你说含家具跟，如果不含家具的话，单就你硬体装修的部分，因为家具算软装吧。我们当时系统柜一改的话是花50万，然后这些你说那些什么补强的，大概花了12万。所以一开始第一次是花62，差不多62。第二次又追加了10万块，把东西搬掉，然后再做一些新的系统柜。所以其实这样前后加起来大概算个72，差不多70。不仅去年跟今年做的价钱当然会有差。其实你们家算是比较轻装修对吧？那我就想问说，我们到沙发好了。好。酷哥，借人家过一下沙发，人家说等一下他就会跳下来了。你要坐吗？好，这里给你坐。来，上来。酷哥一起来入镜，来，他会自己上来，你不用担心，他等下上一上，然后就会直接睡觉了。我那时候因为太忙了，所以我就是说那我给那个装潢公司，他们帮我画图，然后配好之后，我就很快的进，而且那时候就是每个礼拜就是看家，因为都在五股，所以看家具。装潢都在同一条路上，所以就一次弄完。这样子他们进来盯这一些系统柜，大概要花多久？
如果以空间量来说，其实他们真正施作的大概是1个礼拜，包括掉前后。第一个是他们要进货，对，然后料要搬进来，他们就用1天了。然后另外的第2天，他们会在所有的位置确认位置，就是要放样嘛。而且要做一些保护，对不对？对，保护的工程他们是第2天做，那最后1天他们也会安排清洁、细清。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加一加，我们当时只有3天在做而已。那超快速哎，那这样子我也蛮好奇，就是实际上做哪些部分？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好啊，走。首先客厅大家就已经看到了嘛，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电视柜，这一台电视有多大？75寸。为什么旁边会做死的？因为这看起来已经把这个框起来。但是你说这边最大可以放到多大？大概可以到95。那时候在装潢的时候，设计师就有问我说：“你这边要框这样够吗？”因为我是自己框的嘛，可是我想要更爽一点。对啊，所以我就换了75。那它这边其实还有留缝。那其实好处是系统柜这一侧还可以再移。这个东西它是可以拆的。对，它可以拆的。就是在花钱嘛。对，就是在花钱啊。所以你没有那种偏执狂，就是要有的人他是东西要藏起来，例如说像是这个，他可能就不会这样子裸露。你那时候考量是什么？抽屉只做一半，然后上面这是开放式的。好，老实说，这个是 IKEA 的。哦，但是我以为这也是系统柜的一部分。没有，因为你是做左右自己牵一个柜子进来。对，所以这是活的。活的，你要搬吗？不要，是不要。你刚刚说你算好，就是你这个柜子你是量好尺寸出来，然后跟他说叫他2边牵那样。对，而且刚刚好没有留缝，完全刚刚好吻合。那这样子你这个都开放式，你平时清洁怎么办啊？因为好像有灰尘。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老实说，这个我们都直接换掉那个，就直接把那块布一直丢掉，用久会丢掉啦。那我现在来看一下这边，我一直很想要做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吃饭这件事情，像这样吗？在吧台上吃饭吗？对，你知道到西餐厅的概念，可以一起坐在这边，大家来家里可以喝酒，然后站着，有点像到外面的酒吧。所以你有想过了，真的有酒哎！我跟你讲，我全部都有设计，我就可以这样子拿出来，对，我就自己动手。我怕你今天喝完可能走不出这个门。等一下我们再来拍，我看到我很喜欢的东西了。秋雅吗？对啊，我知道。所以我那时候的设计就是把这边稍微内推进去，就是为了让我这边脚伸着可以做任何事情。然后隐藏在另外一面，就是平常客人看不到的，就是这一些置物柜嘛，对不对？对，这里面会放我们的零食柜，而且你看，老板娘，请问你要喝什么？我就从这边拿出来。发给你，另家有偷刀哦，这样。我今晚推出来，来1包2把。我的想法都是想到，就是如果对应客人的方便。你为了增加它的收纳空间，因为 L 型的柜子。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转角是最难做的事情。对啊。那转角也。你不知道怎么收纳，那我觉得多花一点钱让它做一个转角性，你里面可以对，你里面就塞一些你可能用不到的什么纸巾啊、卫生纸啊。其实我必须说，我们一开始做的想法就是有点像我想要把它做这边做屏风，原本是做到底，后来我想到一件就是空气的流通跟阳光的照射，我觉得要让它这边看过去，然后我那边放一个挂布把它挡住，那我就不会一进门看到厨房。但后来其实还是为了通透感，对吧？对，我觉得通透感很重要，因为你不论做什么事情，房间的照明就是跟通风是取决于一个家的最重要的元素。所以你就可以同时在这边使用电器嘛，这是比较高耗电的。对。那我们可以，厨房里面有装修吗？还是本来就附了？我跟你讲，我们厨房这真的有在煮吗？看起来没有在煮哎。有啦，来证明一下有煮，就是冰箱都有东西，这样可以吗？这是摆设吧？不是啦，没有啊，就是真的有生鲜蔬菜哦，真的哎，我很认真在煮，而且这是我们家的香菇，这一看就知道真的是有在煮菜的人，因为你用的是干香菇。那是我家的香菇，你家种香菇吧？我们家是卖香菇的，那。卖香菇的都很有钱，大家知道这件事吗？不是，没有干爹在这里，赶快来找干爹。没有，我需要你帮我带货。好啊。然后结果带货完之后卖出2包。我跟你讲不会，因为我自己之前在卖的时候会卖到没有办法货给人家，因为吃过我们家的香菇，等一下带一些给你。吃过我们家的香菇回不去了。你要等我以后有厨房，你现在给我也煮不了。没关系，你可以放1年，因为我们家的香菇是1年才出2次。是稀有的，我新加好之后我还会来找你的，没问题。没有，你新加好我就带那个香菇鸡汤进家，有没有？我最喜欢喝香菇鸡汤，来，大家都看到了吗？没问题。到时候如果他没有端着香菇鸡汤来的话，会怎么样呢？就没有怎样。不要这样。我们看一下厨房啦。你这边有洗碗机哎。对。而且我们家，我跟你讲，必须说这里全部都是空的，后来做的，对，全部重做。装潢最贵的其实是这一套。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钱，其实包含了这个厨房的。对，厨房包含3机，我们有4机，因为我还有多了一个叫做
厨下式热水器。那我想问，你这样就几乎跟我一样一整组，因为我厨房也是退掉整个重做，那你这样花了多少钱？含冰箱？含冰箱这一套加上去大概是16万。怎么会便宜？因为我们全部3机。我必须说，因为这个是有透过你知道朋友，我妹在医院他们。对，但撇除这个，其他东西也很贵啊。你那个冰箱、洗碗机，然后这个……好，这就是我要告诉你要去参加电器展的原因。你去电器展会看到很多东西，你可以先下单。这3机真的都不到1万块。就像我说，我去家电展，你就跟他喊价都没问题。那我想问大家，未来的装修上有需要注意的？我觉得一定要买叫洗碗机。洗碗机一定要有，有洗碗机家里就不会吵架，而且家里会很好，家庭和乐。对，而且洗碗机我跟你讲，不管怎样，你一定要选会自动弹开的。你洗完之后半个小时内一定要把它打开。对，因为它自动弹开之后，它里面东西才会干啊。对啊，我们这个没有自动弹开，所以我的没有，所以我很建议要大家买自动弹开的。你还要它叫，然后你赶快进来，如果没有开，那是不是就闷在里面？闷在里面，你隔天就要重洗。那第二个，我觉得一定要买的是厨下式热水器。台湾冬天如果很冷或很热的时候，你想喝水，这一套买下去，你第一个你也不用去换什么，就是 Brita 还要自己滤。你这个一套弄到好，其实你打开就可以喝水，煮饭也方便。必买就洗碗机啦，然后厨下式热水器。那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我觉得后悔可以再加强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再三考虑，这个很高这种东西不一定要买。你看，如果你今天打开，你想要这是清洁，这样是好用，但是它的水就这样而已啊，而且你这边又很占空间。缺点是，如果你的洗碗槽不够深的话，水那么高很有可能溅出来。对，我们这边洗的话都会溅到冰箱。那我们去看房间。好，你这边的餐桌，它不是餐桌。老实说，这是办公桌，坐在这个位置像什么？董事长。你坐在这个地方有背靠靠山，然后看着你整个客厅很宽敞，这样就觉得啊，如今的我终于事业有成，在台北有了一席之地了。对，没错，可以这样想，没错。我们家曾经塞了16个人，而且是大家都坐着哦，没有站着，因为我这边就摆好酒了，大家就在这边自己倒酒。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塞到16个人？是什么轰趴吗？没有啦，就是我们入错趴而已啦。好，要18禁了，我们就不要再聊下去了。你打就黄标了，我跟你说。好，我们去看一下卧室啊。没问题。我好奇你们这个外面那么宽敞了，卧室是有多大？该不会你的卧室比我的客厅大吧？你给他看就知道，不要说我骗你。我的客厅大概只有6坪大。我们房间这是主卧，毕竟很大。你的卧室跟我的客厅一样大有没有觉得买这边比较划算？就千金难买早知道哦。没关系，还可以再买。你可以透露你家这么大买了多少钱吗？680万。可是因为你看，第一个是我觉得是地段，我们不是那么正台北市区，但是我们离台北不远。然后我们房子第一个屋里没有到很好，但是680是在我们这里刚要宣布要盖捷运的时候最高点，而且我们还气密窗，楼上还不是。哦，这是气密窗哦。对啊，所以你在里面怎么叫，外面听不到。你这个气密窗超安静的。去年不是台风有进来台湾，完全没声音，真的假的？而我们在家里还想说外面怎么那么安静，发现我们气密窗关起来，一打开，就真的很吵，因为我们铁皮嘛，所以很吵。但是我们气密窗关起来，怎么叫外面都听不到啊。当然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啦。天哪，我好想实验看看，我在外面叫里面会不会有声音。你可以现在走出去外面。你这样太大声是听得到了，一点点。其实你刚刚讲话我听不到哦，真假的？贴近喊我听得到。但是如果像你说的楼下那种车子经过完全没声音。那我们来看一下，你这个房间也是有做系统柜的吧？对，这个整面都是系统柜。然后在玩摄影的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哈。哦，哪一种摄影啊？你自己刚发音不标准，会让人家误会。你要介绍一下你的身份吗？不要，太过分了。等下就哔哔哔哔哔都出来了，我跟你讲。会不会有人认出来？不会，你平时没露脸。越说越多。我都不知道哦。你说下面有什么？直接请大家追踪吗？没关系，因为我的频道应该没人看，可以公布吗？你确定吗？你频道蛮多人留言我会被骂爆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房间的系统柜，可以。你觉得哪个部分最好用？最满意的是这个位置。我们那时候在做这个系统柜的时候，我有跟他要求一件事情，我要放下我的行李箱，跟我要吊我的大衣。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你帮我做那么多，我一定要有办法吊我的外套，我不要让外套皱褶，多了很多空间。所以你长度是刚好的，它刚好到底，所以你都算过是不是？都算过了。你是挑一件最长的量它的长度？没有，我们就量一个基本的尺寸。我看到一个东西，这边买了很多大量的这个全家袜子。我跟你讲，那时候就是刚流行，然后想说，大家知道圈内人都穿这个吗？我可以讲这个吗？没关系啊。而且那时候原本小心说溜嘴。没有，我们那时候原本想说买回来送朋友的。
但是后来发现它是太长了，袜子太长，有些人不爱穿，所以我们就一直留到这边。对，就是这边都是放我们一些。现在年轻人都穿长袜、短袜。我是老人啊，我也是。你看长辈有没有？对，老人的。那你最不满意的？我最不满意就是这个位置，上面你拿不到。不好拿，我这么矮都可以。不是后面的东西你不好拿，然后你就忽略了这一块。其实我跟设计师讨论，我下面就是为了放这个防潮箱，是，所以我把下面镂空。那时候没有想到说我这边拿不到东西。我刚好怕打开会有一些玩具哦。不会，我都藏好了是不是？我没有藏啊，我本来就没有。我是说一些什么宝可梦的那个你说这干嘛？宝可梦的那个。对啊。可是我们家没有浴缸。不是，那你买这干嘛？出去旅游的时候用嘛。对，我跟你讲，那时候就想说去日本浴缸要泡啊，而且我还蛮有睡的哦。结果我们住的饭店都有。我就看你的介绍啊，我们就会住那个有浴缸的有游泳池的聪明，真的。来看看大家要怎么善用你的抽屉呢？就是要去买各种整理收纳的道具，就可以完全善用这个空间。因为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会怎么收？一件一件叠起来，其实你就不知道下面那件是什么，你很难找得到，你也很难拿去。那现在用这种道具，这非常聪明，就一格一格的，你光看边边就知道这是哪一件比较骚就拿哪一件。你是说你还是说？我没有，我都很乖。其实系统柜它还是可以针对你个人需求去设计，你要考量到你个人的习惯。那像它有针对自己的需求是设计这个长度，最后用起来就会很实用。不然系统柜其实非常贵耶，这样子一面墙这样你做起来多少钱吗？非常贵，这样就6万，对吧？系统柜就是你超乎想象的昂贵，你不要想说，这又不是实木，为什么这么贵？它贵就贵在5金，板材啊、5金啊都很贵。然后这边有做这个J型的把手，就比较好拉开。没错。那我们去看一下客房吧。你这边有2间客房对，我们先看这间。对，好，就是我们都有。这边有什么见不得人吗？没有啦，等下就让你看了。我现在可以进去吗？你进去怕出不来。好。我们每一间房间其实都。你这是客房，对，你的客房还是比我的主卧大到时候我会开箱我新家，你就知道我住的房子有多小。所有东西都是买成套，因为我们要跟他杀价。这个真的是客房，因为没有来住上面。对，你就知道吧，我们也是，就是偶尔才打扫。你干嘛？我比较真实，看得出来。对啊，直接穿一个吊嘎就上镜头嘛，他没在害羞的。我也是无所谓啦。那所以这个房间它的装修，就像上面这些照明，这都是原本上一个屋主就做好的。所以你唯一花到钱的是这个系统柜，还有。床架床，当然啦，我知道。我想说你在跟我讲废话嘛？我想说我们讲的是装潢，这不是装潢。它也算吧，它只是硬体而已啊，你干嘛？人装。那不然好吧，这组床多少钱嘛？床架？我们那时候杀价，这原木的。柚木。12000。你这个12000，然后附旁边那一个。整组12000。Yes。来，那个等一下资讯栏有没有？这个真的可以，因为我必须说，我埔里那个家搬进去就买他们家，他们家有自己的工厂，也是有一些进口啊，所以我自己家埔里就是睡这个，所以我就会买他们家。因为第一个是潮湿的关系，台湾其实潮湿很严重，所以我买原木。不是这么便宜，谁不买啊？那我可以躺吗？可以躺啊，而且床这张床超级便宜。所以这床花了多少钱？5000块。蛮舒服的啦。对他们家就是一层海绵，上面有一个类似凉感的。我现在的角度已经很丑，我要起来。没关系，我的形象也是很重要吧？你说被骂的形象吗？那我们看一下系统柜，因为毕竟不是平时你在使用，应该就不会特别就是放一些像我刚刚说的行李箱，然后跟我们买家具他送的枕头，我全部都是塞在这边。不要看到外面浅浅，但它是有本身就有一个卡进去的坎。所以这边要花6万，这个系统柜。这里差不多56000。所以我觉得你在做系统柜的时候，其实是计算你的衣服收纳量蛮重要的，很重要。这一定要记得。对，那我们去看最后一间房吧。最后一间就是你进去不会再出来的房间。我很好奇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也没有到见不得人，其实我必须说。一个房间，3间房间总是会有一间当储物空间，但是我们这间房间也是很大。你这边可以睡3个人呢，那这很聪明哎。大家都知道，在台北衣服就是晒不干，要不就是晒了之后会反潮，然后就直接在里面架这个，反正这间平时也没住人嘛，就架起来之后，然后在这里除湿。但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室内去晒你衣服的时候，其实你那个门打开，空气尽量让它流通之后，人再进来，因为它干掉之后，它挥发出来的气体。可能对人体有害。就房子都看完了，我们最后就稍微访谈一下吧。怎么可好？你可以开始。
我们家里也都导览差不多了，那有几个问题我想要问顺顺，顺便也给正在看的观众一些参考。就你实际住进来之后，你有什么地方觉得哦还好当初我有这样设计，真是太爽了，每次用都很爽。吧台，而且我还是做90度，然后是没有缝的那种。我几乎每一天晚上回来，我是坐在那边休息，除了沙发以外，因为我现在沙发就这只狗嘛，那我就会在那边。就你蛮厉害的，就是虽然这是你第一次买房子，但是你已经想清楚说我可能会有哪些需求，所以你好像走的冤枉路没有那么多，对不对？冤枉路其实还是有，我原本一改就是有我们玄关。但后来我发现玄关的那个设计，我没有想到我们要进去拿衣服、放衣服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一个困扰，所以我就把它拆掉。第二个，我觉得买那个3口炉，我当时为了清洁买不锈钢，所以好清洁。但是左二这2个的瓦斯炉太相近，所以我在煮饭的，我会同时炖东西、煮汤、炒菜，或者是同时在煎东西，这2个炉就会撞到。觉得当时没有想太多，脑子幻想说啊，大概这样我会觉得好用，但是实际用的时候就会没有用到那个东西。那你在装潢过程中有遇到你觉得非常大的失误，或者遇到什么很大的问题吗？我刚刚想到，我家曾经差点气爆，因为前屋主在装修的时候，家里有很多管线。瓦斯管线，你如果没有请瓦斯公司来处理，你是一般水电行公司处理的时候，他就会自己接好。但接好的时候，你瓦斯公司他不是用他自己的一些锁的话，会有泄气的问题。请他们来检查需要费用吗？不用，你就是说我这里好像有泄气的问题，那他们就会来检查。比较旧的公寓啊，你在买的时候，它的优势是你实际居住的坪数会比较大，你不会被公设吃掉。但是它可能有一些缺点是，因为毕竟它有一点年纪了，那你可能需要仔细一点检查它的管线、它的排水，然后它的电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像瓦斯，我也是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你们家最贵的家具或家电是哪一样？我们家最贵就是那台电视75寸。其实我也蛮讶异的，因为我原本以为是其他大型家具，但因为刚刚听到你连床整组都买12000，那电视有可能最贵，没错。对。那这样子，你装修遇到最想打人、最不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另外一半，因为你跟他讨论的时候，他会说好就这样，然后最后装修好之后，怎么会做这样？也不是，就是到现场的时候就会想好像可以再改一下干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现场的时候会，我觉得对对方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讨论到共识。你在这间房子装修过程中，或是你自己有去看一下风水上的问题吗？真的这必须好好讲，因为我从买房子开始，我妈就会开始翻那个农民历，先帮我挑好日子。买房子我让家人来看过，他说这里的风水是怎样，要怎样怎么走。我说就这样，他们原本连什么鱼缸要摆哪里，几位要摆哪里都帮我设计好。没有鱼缸啊？没有鱼缸是我说不要的，因为我觉得有点麻烦。那我后来就说，这是我家，我要想要怎么安排，我自己处理。风水这件事情，我其实大概就只有想，第一个是财位的问题，因为毕竟你住进这个家，你是希望它可以带给你生财。所以我们财位刚搬进来的时候，我买了很多可以生财的东西，我都摆在这里面。大家如果有好奇怎么处理财位的话，在下面留言哦。留言要是超过10天，说我要看财位的说明，那我就来找他拍。会不会就只有我2个人而已？然后你还自己去留？对，很想要上镜头的。没有，我找我朋友全部去留，说你们8个人跟我去留这样。财位里面放了很多我看不出来那遗失聚宝盆的东西，看起来很厉害啊。如果大家有好奇的话，我们再分享，因为这个展开来说，大概又是一整集了吧？对。那最后呢，我想要问说，因为以前是租屋族嘛，对，那你这样实际搬进自己安排好的家之后，你有没有什么心境上的转变？我觉得最大的转变是这个东西属于我的就跟以前租屋比起来，前后的差距。对，就是你会觉得说，我原本租客，我就是回家就是纯睡觉，或者是起来我就想往外，但是这边就是我觉得回到家，像我现在假日都不会想出门。还有你想钉墙就钉墙，对，不用烦恼。你看到一个东西好漂亮，可是那得要钉墙那怎么办？我要怎么说服房东？基本上99%的房东都不会让你钉墙啊。对，然后像你可能说，像我们之前租是用那种很旧型的窗型冷气，那电费很贵。通常那种窗型都是定频的，吹1年下来，那个价差就可以让你换变频冷气了。好像可以换到2-3台哦。对啊，就是全家可以整个换掉哦。你看我们现在这只狗，你知道它多幸福吗？我们每天都让它吹冷气哦，24小时，24小时冷气。夏天啊，就从昨天开始24小时，我们曾经试过2个月吹下来只要3000块。真的是这样，就是让这只狗享受。因为你刚好分享的说，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你就会比较想要待在家里嘛。那你觉得比起租屋的时候，你有没有比较不爽的部分？邻居很重要，因为你可能
你是租客，旁边是租客，可能他一下就会走。你知道今天住在这就是你家，你的邻居再不好，你还是得在这。哎，千金买房，万金买邻。对对对，邻居，而且最好你在来看房子的时候，一定要先跟附近问一下这个邻居如何之类的。我们刚开始搬进来那个排水的问题，导致我们楼下它这个木头的装潢漏水。那后来我们查到原因，并不是我们造成的。那一阵子那一年，只要下大雨，他们家自己的排水孔塞住，所以它排不出去，他就会来敲我们家的门铃。然后而且他是那种你知道老人家是那种愤恨兮兮，就是一直打我们家的门。然后有一次我下去跟他吵架，我说先生，我觉得你这样吵也不是问题啦，不然就是你搬走，不然就我搬走。然后他那时候还跟我讲说，那你可以把你们家的水管全部都封起来。我就回答说，那怎么不是你搬走，你把你们家的屋顶重做就好了，说不定是你的问题。我当下真的吵起来，连楼下阿姨都问我们是怎么回事。那他就在楼下直喝我说，你那个水不要再给我排到那边，还有你在我家屋顶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这时候我什么都没有讲的时候，他儿子打开窗，他就用台语说，你别搞人乱呐，你给你灯来处啦。我讲你唔听，一定要踢卡挡手吗？我觉得那个是沟通啊，当然啦，有时候你那种过年过节或者是楼下经过，跟他们打个招呼，你知道老人家就是需要一个关怀嘛。其实见面三分情，对对对，礼多人不怪。好啦，那今天我们很感谢顺顺带我们导览他的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下一支影片继续跟着丹丹出去玩，吃喝玩乐不打烊，拜拜，拜拜。还有一个神秘空间哦，他刚刚一开始提到后阳台，我们现在来看一下，1点多，比想象中还要大很多哎，很长，因为我们家是属于正方形啊，因为这地方还有再把它推出去啦，对啦，所以就会多很多空间，洗衣服、晒衣服。这边是不是可以放一些椅子，就在那边喝咖啡、烤肉、看河景？我们去年中秋节，我们就在这边烤肉，然后跟楼下的合体人在聊天，很爽欸。因为这个架子本来就有嘛，那你知道烤肉最怕的就是味道，那你在合体就飘出去了，哦，也不会有进来。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对面很开阔，然后上面有车灯在亮，那就是高速公路了。对，所以这边景色真的蛮好的。那下面就有人在跑步啊，就烤肉烤一烤，然后往下面丢过去，哎，被夹爆啊！